Hello，你们好！快到寒假，也快放这个春节假了，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看的书。这些书呢，是我从暑假之后这几个月看的书，可能应该还比这儿多，只是东一本西一本的，我找不全了啊。就从这些书里面挑一些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是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还有一本《太白金星有点烦》，那本我找不到了。马伯庸的这两本呢，属于他在写正经小说之余的消遣。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给出版社交的大稿完成了，得休息休息。而且这样随心所欲的小说，就是他的休息了。我们从这两本书里面可以看到，他幽默的把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巧妙的带入到古代的经典故事当中。比如说那本《太白金星有点烦》，他就是用《西游记》里的人物来讽刺现代官场的一些官僚作风啊，比如说欺上瞒下、官官相护、应付差事等等。马先生真的是脑洞大开，天马行空。那本书里面就写了，太白金星这个人物和观音他们一起来设计唐僧师徒的取经之行。唐僧师徒的每一步每一难都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为了向上面交差，在官场两个人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琢磨上面的脸色和各种隐晦的指示，然后他们再消化成各种任务，并且事后还要写成歌功颂德的报告，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官场？然后这本《茶的励志》呢，是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来诠释那首古诗，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里面的这个小人物是一个叫李善德的小吏，他接到了一个必死的无法完成的任务，就是将远在岭南的荔枝，在保鲜期内也几天的保鲜期，运送到5000里外的长安。那个时候可是车马慢的日子呀。这个任务呢，也是大家设计推脱，然后最终栽到了他一个小吏的身上。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觉得是必死无疑，本来还打算自杀，但是后来呢，为了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想到一家的生计，不得不放手去搏一把。也是马伯庸先生展开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充分带入现代职场的小人物的命运，让我们在为李善德的命运捏了一把汗的同时，也不禁苦笑啊，原来古代职场和现代职场一样啊，要生存都得拿命来搏呀。好，然后是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可以说是马伯庸的正经小说了，写历史。我们看过很多历史的书啊，不过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写历史大多数会去写帝王、写王朝、写历史中的一段百姓的故事、一段民间的案子是很少的。这本书里面有好几个当年的一些琐碎的案件啊，我目前只看到第二个案件，第一个完整的就是丝绢案，和当年一段民间上缴的赋税有关。就是明朝那个时候赋税是非常繁杂、非常的多，一代代积攒下来，这个税那个税，名目繁多，也没有人会去翻老账啊，去算一算。到底哪笔钱哪笔税是从哪一代开始，是为什么开始收取这样一个赋税？丝绢税就是其中的一个赋税啊。但是当时呢，一个数学很好的学霸，他被分到了县衙里的任一个闲职，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是你文科好，你就在官场有仕途你数学好，你理科好，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就顶多拿来打一下算盘呀，算一下账啊，这样啊。所以这个学霸呢，他就是在这个县府里面无事可做，只有一个闲职。那么他就没有事儿干的时候呢，就把县府里面这个赋税的册子翻来细细的看，细细的算，这是他的爱好。然后他就看出了自己本县比邻县的赋税多交了不少银子，其中就有一笔丝绢案，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从何时开始的。然后他这个好奇心就上来了，一点点的就往上追查。后来呢，就引起了两县的各种纷争，甚至差点闹出了起义。这就是好奇害死猫啊！虽然只是一个朝代的一个地方上的小案子，但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人物画像、民间风俗、官场腐败等等。我想这也是马先生的用意，让我们从这些繁琐的小案子里面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把当时的一段真实的百姓生活和事态活生生的展示到我们面前。所以喜欢历史的朋友不能错过他的书。还有这本文成，余华最新的小说，余华的小说我都比较喜欢看啊。然后出了这本新的小说，我就赶紧买来看了。他讲的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社会动荡、匪乱猖獗啊，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北方的男子到南方的城市去寻找妻子啊，在这个水乡城市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但是最终也和那个只有几个月缘分的妻子失之交臂，错过终生的故事。余华的书呢，我觉得他还是沿袭了自己一贯的风格，就是用一个人的一生写出了整个时代的悲痛。这个故事总的来说还是平凡百姓身上的一些悲剧的色彩啊，我觉得值得一看。这本书《简爱》
很多朋友都读过啊，这是我大学时候就读过的书。你看，它是这个中学生版本的。我有一天在儿子房间里面等他的时候很无聊，我就把他书架上的书随手抽一本来看，然后就看到了《简爱》。哎，一看又看进去了，觉得很多故事情节都忘了。我就想，为什么专门给大家再推荐一下这本书呢？因为我觉得有些书你40多岁的时候读和20多岁的时候读，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20多岁的时候读这本书你自己的理解完全来自于老师，老师怎么样评价书里面的人物，我们就认真的觉得书里面的人物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老师说简爱她是一个骄傲独立有思想的女性那么我觉得她就是这么一个女性。现在40多岁的时候再读，经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阅历不一样，和见过的人事多了就更容易带入自己的生活。像我现在读，我就有一点不喜欢简这样过于清高、过于看重世俗眼光的一个女孩。看的时候，我就不禁会想是英国当时的这个传统教育可能真的是过于教条。像罗切斯特先生这么好的男人，娶了那么样一个疯女人，如果是放作现在，完全可以申请离婚，重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对吧？可他在那个时代却不能抛弃这样的妻子，连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也没有。而换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我作为一个自由的女性，我必将为了爱情和爱人冲破世俗，去爱他，给他更好的爱情和家庭。可是简爱她在那个时候却不能，她为了名声，为了世俗的害人的道义，放弃了爱情，而且还差点失去了生命。可是这个作者的本意应该是讴歌她这么一个坚持正义的女性。所以我就想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去看同样一本经典的小说，你会有不同的权益。所以除了《简爱》这本书，还有很多我觉得大学时候看过的那些名著，像《茶花女》像《呼啸山庄》我们都可以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再翻出来看，应该又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感受。小伊多鹤非常好看的一本小说它是当年我漏掉的严歌苓的一本。我是从什么时候就前段时间我跟我老公剧荒了，然后我们就翻到一部孙俪演的电视剧《小伊多鹤》，就当时居然这部剧也是被漏掉的，其实是一部大剧，然后就看了以后觉得哇这么好看，我怎么会没有看过呢？我本来以为这么有名的这个严歌苓的书我应该是看过了，结果看那部剧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看过，所以我就赶紧下单买了书来看，恶补了一下，真的非常好看。而且题外话我觉得这部电视剧也是改编的为数不多的并不比小说差的一个剧。这本书讲述的是1945年日本战败，部队撤退回国，但是满洲国有很多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女人和小孩留了下来，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卖掉了。一个中国北方家庭为了传宗接代，按金买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回家来生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就是多鹤，她就以这家小姨的身份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半辈子，和这个家庭一起经历了中国半个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在那个年代她的身份不能挑明，而且甚至还有一些民族仇恨夹杂在中间，总之很复杂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已经长在了一起，没有办法分开。看了这个故事就让人太感慨，太感叹那个时代造就的个人的悲剧吧。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在时代的洪流中，人就是非常卑微渺小的部分，就只能任由命运去支配自己的故事。总之严歌苓写的时代背景的故事真的是很好看，所以这一本也是强烈推荐给你们。最后还有一本我好朋友宁远的新书《莲花白》要推荐给大家。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看的小说类型之一，就是我们女孩子在上学时代的一些很微妙的友谊。其实你拿现在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来说，嫡蜜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很微妙。这个词大家想一想，嫡蜜可以引入到你很多的这种看到过的关系当中它其实是以作者宁远本人自己一段真实的经历来改编的，就是无形当中一个女孩子因为自己朋友的关系被集体霸凌。这种霸凌呢，它不是打，不是骂，不是侮辱，甚至它就是一个默默的集体的这么一个排挤。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们很多女孩子都能找到一些自己或者自己朋友的影子，都能引起很深的情感共鸣。而这种在当初集体生活里面的霸凌呢，往往会给一个女孩的一生都造成影响这部书就讲了这个女孩是这个小集体的事件发酵，以致影响了她后面的一生，只推荐给你们。好啦，今天的书就介绍到这里吧。其实还有几本没有介绍的，比如说像这本我是看樊登推荐了之后我就买来看的。那我是觉得跟孩子有关的东西呢有很多可以聊的，下回可以有一期节目我们专门来聊一聊跟孩子有关的。
好了，这些书如果喜欢的话，赶紧买来看吧。祝你们过一个充实的假期。